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北端，大小兴安岭携手创造了一片森林的海洋。黑龙江和众多支流一起，冲击出了2大平原，成为中国最大的粮仓。我们的旅程从中国最北端出发，感受北境雪国气质，俯瞰大地的雾凇奇观，追赶滑雪者的速度，体验极致的冬日挑战。前往哈尔滨，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。最后，来到雪的故乡，享受别样的玩雪乐趣。如果说冬天也有故乡，那么他回家的路一定会向北来到黑龙江。这是位于中国最北区域的一个村庄。虽然人们称呼它为北极村，但实际上它距离北极圈还有1500公里。拥有这个名字，或许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北极的印象。这片区域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之一，曾创下零下52.3摄氏度的中国最低气温纪录。随着季节更迭，漠河昼夜长短的变化尤其明显。冬季，漫长的黑夜助长了严寒的威力。到了夏季，最长的白昼达到17个小时，阳光变得格外慷慨，大地展露出勃勃生机。冷峻严酷的冰雪之下，是一片温暖的土地。这就是黑龙江。库尔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。很多时候，它素面朝天，但如果来得恰逢其时，人们将被它的美貌所惊艳。冬季，库尔滨水电站排出热水，周围的河流常年不动，大量聚集在空中的水蒸气正等待一场华丽的蜕变。夜晚，气温骤降，
湿润的空气拂过大地，它们遇冷形成冰凌，聚集在树枝表面，形成雾凇奇观。冰花的美往往稍纵即逝，可在库尔滨，它却拥有4个月的漫长花期。严寒凝固水汽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水，它们塑造了黑龙江的极北气质。仿佛一颗冰冻的星球被按下了暂停键，但人类总有办法让它重启。滑雪是人们热衷的冬日游戏。酷的气候不仅激励人们挑战自我，还引发了关于美的创造。风冻后的松花江被切割成固定大小的方块。接下来，人工的力量开始登场。采冰工人用冰湍撞击冰槽，直至冰块和冰面彻底分离。每块冰都重达500公斤以上。要将它拖上岸，需要数人帮忙。离开江面的冰块将被运往不远处的施工现场。即便是冬天，制造一个冰雪世界仍需要造雪机的帮忙。大型机械负责确保效率，能工巧匠擅长将冰块打磨成不同模样。1万多名工人要在1个月内将这片区域变成冰雪派对的现场。1999年，为了迎接千禧年，哈尔滨第一次搭建了冰雪大世界，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迎。此后，它成为哈尔滨1年1度的冬日盛典。
要保持见面的新鲜感，每一年都要推出新主题。2016年，哈尔滨迎来了第18届冰雪大世界。18座冰峰，如同庆贺生日的蜡烛，为他唱响祝福。2017年，央视春晚的分会场也设在了这里，它为哈尔滨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。这里的人们天生就擅长和雪打交道，他们以冰为砖，以雪为墙，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里的冰雪王国。作为老朋友，大雪有时还会带来出人意料的机遇与惊喜。飞往黑龙江省的南部，我们来到雪乡。这是中国下雪最多的地方，一年中积雪天数长达200多天，积雪最深时超过2米。雪乡的冬天，铲车最受欢迎。夜里突降大雪，第二天一早，房门常常打不开。这个时候，铲车就派上了用场。狍子受到游客追捧。狗算是技术过硬的司机。驯鹿是这里的明星，它们的出现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。这里原本是双峰林场的职工宿舍，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降雪，它成了热门的旅游景区。宿舍变成家庭旅馆，伐木工人当上了老板。原本悠闲的冬季，反而成了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。再寒冷的地方，快乐也不会缺席。
水之下，有着你意想不到的温暖。这里的冬季气温低于-20°C，水底的温度却常年保持在10°C以上，而且越往下水温越高，因为那里有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。带来地下温泉的正是这片火山群。黑龙江省是中国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，北面50公里之外，还有一座天然火山博物馆。这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之一，它上一次喷发的时间距今不过200多年。一位清朝的戍边将军目睹了这个场景，并记载下来，上奏给当时的康熙皇帝。这成为中国为数不多有史记载的火山喷发。当时，喷发的熔岩向四方蔓延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冷却凝固之后停留在这里。更多的熔岩顺着地势前进，阻塞了白河河道，最终形成了5个串珠状的湖泊。这就是5大连池的由来。它们的外形各不相同。在药泉山火山口，人们建起了一座寺庙，从此阵阵梵音取代了大地的咆哮。南格拉球山被当作是5大连池的形象代表，不仅因为它是14座火山中最古老的一座，更在于它的山顶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湖泊。历经100万年的时间，火山口形成了厚厚的腐殖土层，土壤孕育了植物，而植物阻止了雨水向外渗透，湖泊逐渐形成。火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幽深眼眸。人类对恐龙的探索从未停止。在这片恐龙的墓葬群中，我们也许还能挖出数百具恐龙化石。它们生活在6500万年前，当时这里的气温比现在高出10°C以上，气候更接近于今天的亚热带地区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恐龙的身体表面类似于大象和犀牛的皮肤。真的是这样吗？2010年，科学家在恐龙化石中发现了一种色素颗粒，与鸟类羽毛中的色素相同。人们推理，有些恐龙可能和鸟类一样，拥有彩色的外表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这些恐龙塑像会被重新上色，并安插上斑斓的羽毛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
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加入我们这一趟森林之旅，飞越大兴安岭，倾听绿色生命更迭的故事。秋日里，邂逅小兴安岭斑斓的五色林海。那场大火烧毁了大兴安岭的1/10，5万多居民用了28天才把大火扑灭。为了反思火灾，人们在森林旁修建了这座纪念馆。往东南飞行，进入小兴安岭，这里被誉为红松的故乡。松鼠喜欢将松子藏在不同地方，但它们记性不太好，常常不记得自己把松子藏在了哪里。被遗忘的松子在春天破土而出，这正好帮助红松不断扩展地盘。除了红松，小兴安岭还分布着众多品种不一的树木。秋天赋予它们斑斓的色彩。在过去，这片森林更多意味着资源。当时穿越小兴安岭的火车一心一意往外运送木材和煤炭。如今，这条铁路成为游览森林的最佳路线。在生态文明的进程中，大自然的美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。从空中俯瞰森林，很难发现动物的身影，我们只能前往一些人工圈养地，寻觅它们的踪迹。在小兴安岭的南坡，生活着一群梅花鹿。梅花鹿身上的花纹，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保护色。夏天
的动物们。在中国，野生东北虎一度濒临灭绝。为了保护东北虎，人们建立起繁育驯养基地。在人工圈养的同时，东北虎的野化训练仍在进行。人类希望唤醒它们的野性。看起来颇有成效，这群老虎逐渐在恢复森林之王的风采。飞行器这个闯入领地的不明物体，或许是个不错的假想敌。但要追上它的速度，老虎还需要多加努力。即将和这群东北虎告别，和他们分享一个好消息：如今森林生态正在恢复，或许在不久的未来，我们将在森林迎来与它们重逢的契机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拥抱肥沃的黑土地。它拥有的平原创造农业奇迹，它哺育的湖泊动静相宜。往西飞行，加入东捕者的行列，赶赴一场和丹顶鹤的空中约会。不远处，一座石油城市正散发着迷人的湿地风情。说到三江口，人们经
这是一座建在油田上的城市，6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里分布着5万台磕头机。丰饶与奉献是这片土地的最佳注脚。半个世纪前，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，它创造了连续27年高产的奇迹。石油是大庆的名片，但这个城市不止一面。大庆60%的面积被湿地覆盖，百湖之城是它的美誉。在飞行途中，常常有大片的湿地进入我们的视野。也许你想象不到，它们占据了黑龙江省面积的1/10。扎龙湿地是丹顶鹤的故乡。野生丹顶鹤全球仅有2400多只，其中的300多只生活在扎龙。成年丹顶鹤展开翅膀能达到2米多，但体重只有10公斤左右。轻盈的身形使丹顶鹤的飞行高度可以超过5400米。湿地不乏迷人的风情，也盛产生命的奇迹。黑龙江省拥有中国1/5的湿地，这些绿色宝藏构成了它丰实的家底，也改变着人们对于黑龙江的印象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跟随黑龙江探访边境风光，前往一座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城市，顺流而下，加入一场火热的冰上马拉松。黑龙江是一条国际河流，它流经中国、俄罗斯、蒙古，全长4370公里。黑龙江拥有200多条支流，这些河流紧密配合，冲击出了肥沃的黑土，也塑造了黑龙江省的底色。冰封的江面上，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角逐正在上演。参赛队员来自2个不同国家，中国与俄罗斯。冰球比赛的场地设在黑龙江上，这是中俄2国的界江。今天，这里的人们通过体育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冰球场所在的黑河市是中俄互市的重要口岸。跨国生意，黑河人已经做了100多年。地缘优势决定这座城市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。在它的对岸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。
两座城市相隔不到1000米，它们被称为中俄双子城。沿着黑龙江前进，我们与一群马拉松爱好者不期而遇。将全程赛道设在冰封的江面上，是这场马拉松的亮点。待大地回春，冰雪融化，这条赛道将化为滔滔江水，奔向海洋。这趟旅程连接着黑龙江省的昨日与今天，探访一座沉睡的机车库，沿着铁路的轨迹抵达这片辽阔大地的心脏，听它诉说过往的荣光与未来的梦想。威虎山原本是一处无名高地，一部林海雪原让它家喻户晓。据说小说里杨子荣剿匪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。1967年，此地发现了土匪座山雕的巢穴遗址，这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猜想。距离威虎山不远的影视城，是为了拍摄电视剧《林海雪原》而建造的。在这里，历史仿佛被按下重播键，智取威虎山的经典故事被一遍遍演绎。威虎山脚下坐落着一个百年小镇，小镇的历史从这200多座俄式建筑开始。19世纪末，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中东铁路，横道河子成为铁路施工的指挥中心。大批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这里生活。这个扇面建筑曾是存放机车的库房。通过转盘，机车可以轻易地调转车头方向。随着蒸汽机被内燃机取代，机车库在20多年前已经停止使用。蒸汽时代在这里定格，但小镇与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。如今，横道河子依然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必经之路。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。哈尔滨就依傍在他的身旁。松花江特大桥的3个白色大拱特别显眼。2014年，这座新桥建成通车，与它相隔几十米的100年老桥正式退休。这座老桥几乎与哈尔滨同龄，它是1901年由俄国人建成的。100多年来，
它始终是中东铁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当时，地理位置优越的哈尔滨被选为这条铁路的中心。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在秋天拉开帷幕。从老城出发，穿过松花江，前往新城，3万多人正在穿越这座城市的昨天。100多年前，中东铁路率先连接了哈尔滨与世界。铁路带来了货物，也带来了移民。最多的时候，哈尔滨曾云集19个国家的领事馆。20世纪30年代，这个国际大都市被誉为“东方莫斯科”。100多年前，这里是松花江畔的一个临时码头，货船就停靠在今天的防洪纪念塔附近。卸下船的物资，通过人力车和马车运往工地。久而久之，原本的荒草甸子给趟出一条道路。这就是中央大街的雏形。后来，涌入哈尔滨的外国移民买下了沿街的土地，这里逐渐变成一条洋味儿十足的商业街。随着外国移民越来越多，各式教堂陆续在哈尔滨建起。这座城市留下了俄罗斯文化的印记，新的生活方式也被带到了这里。俄国人对于啤酒的巨大需求，催生了中国第1座啤酒厂。原本没有饮用啤酒习惯的哈尔滨人，现在人均每年消费啤酒超过100瓶。东西方文化的奇特交融，隐藏在这个叫老道外的区域。在那个洋人聚集、商贸盛行的年代，中国商人也学着将店铺临街的一面建成西式模样。而后宅则保留中式风格，这是中国人习惯的生活布局。100多年来，肥沃的黑土地曾涌现出许多时代契机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仍然相信这片土地蕴藏的潜力。在哈尔滨脚下，是一条生机勃勃的东北亚经济走廊。这座城市涌动着奋进的渴望，也寄托着一个国家对合作共赢的向往。